心胸要宽，遇事不钻牛角尖。生活不是没有甜味，只是我们想得透，学会用适当的方法去剥离掉酸涩的部分，才能体会到甜美的感觉。世间不是没有净土，只要我们灵活应对，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净土。人不是不能快乐，只是不钻牛角尖就能找到快乐。不要总是用放大镜看人，多一分心力去注意别人，就少一份心力反省自己。我们总是喜欢用放大镜来审视其他人不够完美的地方，可是对于自身的缺点，又喜欢用望远镜来看，就像它根本不在我们身上一样。事实上，你能这么对自己，为什么不能这么对别人？有一个生活在海边的人，在海滩散步的时候，幸运地拾到了一颗天然珍珠，他非常高兴。但经过仔细观察这颗珍珠以后，他的幸福感一下子就消失了不少。因为这颗珍珠并不是完美无缺的，在珍珠晶莹剔透的表面上有一个小斑点。他想，如果这颗珍珠没有这个斑点，将是多么完美啊！于是他突发奇想，想把这颗珍珠剥去一层，这样也许就能剥掉这一个斑点。他犹豫了半天，终于狠了狠心，开始动手剥掉珍珠表层。可是剥完这一层，斑点还在珍珠上，而且显得更刺眼了。于是他又动手继续一层层剥下去，直到剥去最后一层，斑点才消失了。但是他手上的珍珠也随之消失了。珍珠的消失对这个人的打击很大，为此他一病不起，吃什么药都不管用。他知道病在自己的心里。在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，他对身边的家人说：那个斑点只占珍珠的一小部分，如果我当时忽略掉那个斑点，现在我的手中还会握着一颗美丽的珍珠。金无赤足，人无完人。生活中不可能有绝对完美的人和事，追求完美没有错，因为只有精益求精才能不断向前。但是如果苛求完美，人不仅会活得很累，而且还可能适得其反。有些人坚持完美主义，他们对那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孜孜不倦，他们的身体累，心灵更累。然而不管他们多么执着和努力，到最后完美主义的幻想还是要破灭。追求完美是件十分痛苦的事情，它如同毒药一般侵蚀着人们的心灵，让人们只能看到别人的缺点，从而使身边的矛盾不断。要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完美的人，所以不妨担待一些，容忍一些。一位伟大的雕刻家是个非常苛刻的完美主义者，他所完成的雕像令人几乎难以区分真假。有一天，死亡之神告诉雕刻家，他的死亡时刻即将来临。雕刻家非常伤心，他和所有人一样也害怕死亡，而且他还没有创造出最完美的雕像。他苦思冥想了很久，最后终于想到一个好方法。他做了11个自己的雕像，当死神来敲门时，他藏在了那11个雕像之间，屏住了呼吸。死神感到困惑，因为他看到了12个一模一样的人。他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从未发生过这种事。他从没听说过上帝会创造出2个完全一样的人。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唯一的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反复看着这12个人，死神始终无法确定自己该带走哪一个。带着困惑，他回去问上帝：你到底做了什么？居然会有12个一模一样的人，而我只能带回来1个，该如何选择？
上帝微笑地把死神叫到身旁，在死神耳旁轻声说了一句话。死神问：真的有用吗？上帝说：别担心，你试了就知道。死神半信半疑地来到那个雕刻家的房间，往四周看了看，说：先生，一切都非常完美，只是我发现这里还有一点瑕疵。听到此言，追求完美的雕刻家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处境，立即跳了出来问：什么瑕疵？死神一把揪住雕刻家，笑着说：呵呵呵，我终于抓到你了，这就是瑕疵。你太苛求完美，天堂都没有完美的东西，何况人间。走吧，你的死亡时间到了。一位哲人说，完美本是毒，可以说在这世上没有绝对完美的人。一个过分追求完美的人，人生注定充满太多失望。追求完美生活的人，往往会被生活愚弄。只有用一颗包容的心对待生活，生活才能接近完美。宽容的生活就如同驾驶员在负担过重前进时给车胎打气一样，打气是为了顺利地奔向终点，可是遇到隧道时，应该学会给车放些气，低一下头就能安全过去。而那些不会打气或放气的驾驶员，即使有再高超的驾车技术，走在再平坦的道路上，也难免遇到危险。